华尔街日报独家报了一个大新闻，直指美国外交的私有化。川普的小圈子和密友绕过了国务院系统，他们深刻介入了乌克兰和平协议背后巨量的交易。原来这国际信誉和他国的领土是可以交易的。欢迎来到大卫观点时事洞察，今天是11月29号。这川普家族他们背后有一个数千亿美金的大生意，而这儿呢就可以把乌克兰的领土交易掉。文章呢提到，在上个月迈阿密的海滩有3个人，一个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个是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另外一个人更加神秘，是来自俄罗斯的德米特里耶夫，我们简称他为老德米。这个老德米他不是一般人，因为他根本就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来美国。在2022年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和普京一起被列入了被制裁名单，他没有资格踏入美国。但这时候老川有主意因为这个制裁是美国财政部具体负责的，这个老德米是普京的钱袋子，他的官方身份是俄罗斯国家主权基金的执行长老板。那怎么解决呢？你很简单嘛，既然说总统指示维特科夫亲自找了这个财政部长根本就不愿意签这个字，但是迫于川普总统的压力，咱们都是为了和平，最后还是把这个字儿给签了。结果这仨人在迈阿密海滩进行了一次密谈。有人提到，他们3个人对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这个笔记本电脑里边就是乌克兰的28条和平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俄罗斯人提出来的，用俄文转成英文的。这里边当然是对乌克兰不利了，那就是割地赔款不要追究战争责任这种显示公允的协议。那美国人怎么可能会签这样的协议呢？重点来了，他至少抛出了4大吸引力，这里面就是4桩巨额的生意。其中第一项，他提到了可以让川普的密友捐款人艾克森美孚投资俄罗斯萨哈林的一家石油天然气企业，这是巨额的赚钱机会，我给你了。第二他又提到了可以让小川普，就是老川的长子的同学，也是他的捐款人密友兼大学同学，他叫做比奇，给了一个他的什么生意呢？那就是在俄罗斯的北极地区进行矿产的勘测，这个赚了钱大家五分，主要是寻找稀土资源，然后呢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第3大生意他又提到了，这个是给马斯克的，可以让马斯克在俄罗斯发展他的星链生意。另外双方可以共同发射卫星，等于接下来俄罗斯发射卫星交给了这个星舰。另外呢还可以共同探讨火星，那个就有点长远了。第4大生意他就提到了，可以让老川的密友兼捐款人他们共同去开发北溪的管道。这个北溪管道不是被乌克兰炸了吗？你接下来可以重新把它接起来，这个可是滚滚的黄金，每天都能产生。至少这4个生意就让维特科夫包括老川的女婿库什纳动心了。他们回去也汇报给了川普，川普对这个28条很满意。因为虽然说对乌克兰不利，但是如果乌克兰被他压服了，有各种办法可以压服我断供你的情报系统，断供你的武器，只要你把这28条签了，那老川的家族和密友就能获得我刚才提到的巨量的生意。
那《华盛顿日报》爆出来这个消息啊，有2点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个，他就提到老川这种漠视主权和国家信誉、交易型的人格呢，其实在80年代，也就是在40年前啊，他就已经显露的。你说这儿哪我们知道呢？他就提到80年代当时的总统是里根，川普非常崇拜和敬仰里根，他就夸下海口说，我可以去苏联，我可以结束冷战，然后呢，我还可以在克里姆林宫的前方盖一座川普大厦，只要咱们美国给他一些什么什么好处。他呢，以为自己可以结束冷战。当然了，以里根的视野和阅人无数啊，他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个方案啊，不然的话，那幸亏当时不是川普当总统，如果他当总统的话，冷战绝不是推到柏林墙这种结束法，那一定是美国要付出很多的商业利益的。那第二个呢，我们提到通过这个方案，我们就能看明白，这个普京这老家伙绝对是谋略的高手，老狐狸。因为这个方案提出来呢，它能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套了，我这个战争终于实现了我在战场上拿不到的领土，这是第一个吧，仗不打了，我领土归我。第二个呢，他深刻的套牢了川普家族以及密友的利益，你们跟我一起赚钱吧。但是有一条，如果这个仗不打了，我也拿到了乌东4州甚至更多的领土，你老川的家族如果有一天老川下去了，这不还3年多吗？那这个利益还能否延续吗？我打一个大大问号。因为以这个老狐狸的性格呀，既然你已经不是总统了，你也说了不算了，新总统也不可能买你的账，那这些利益啊，我说收回就收回，因为你终究是在我的领土上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稀土吧，我说罚你就罚你，这个中国有的是办法，那俄罗斯啊一样。所以说我认为老川啊，他感觉获得了巨量的生意啊，很可能只是一个陷阱。那其中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深刻的离间了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你们不是欧美同盟嘛，一起援助乌克兰嘛？只要我把利益给了美国，欧盟啊，1分钱也别想参与进来，而且还要把欧盟冻结的3000亿美金，你呢给我一起解冻，解冻了以后，美国也参与进来。所以说，这实际上对于普京来说是一箭3雕，而且可以做到收放自如。那你发现这里边美国有什么损失呢？有，这个利益让谁赚去了？不是让这些利益让美国企业去投标啊，什么加油者得，不是，这些啊统一都是老川的家族和密友得了，或者说呢是共和党的捐款人得了。那你说对美国有好处吗？没有，但美国却付出了国际声誉。这个国际声誉不仅仅是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国际义务责任契约精神，更是美国的全球立足最根本的东西，软实力就是信誉。你如果信誉没有了，那全球谁还听你的呢？他一定会陷入一个核军备竞赛。大家觉得乌克兰你就是因为放弃了核武器才流落了割地赔款的今天。那如果大家都发展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形势呢？我相信有一天啊，他也就罩不住了。你既然罩不住了，很多美军基地啊，你就可以被打铺盖回家了。你不然保护我们，我们有核武器了，你还为什么要在我这驻军？你哪来的？你哪回去？如果美国没有全球驻军这样重要的支柱，这国际影响力还有用吗？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输家，一个是美国的国际信誉，第二啊就是乌克兰结结实实的失去了他的领土和责任。在这儿呢，非常搞笑的一点啊，维特科夫他有个思路，他说他要飞到乌克兰，告诉乌克兰的官员们说，
你们现在如果签署了这28条，马上好日子就来了，士兵们可以放下武器，回到家乡，在硅谷投资的数据中心里上班，他们可以拿到和硅谷相仿的高薪。他的引导是经济发展与高薪，但是国际义务呢？领土完整了，主权了，一分钱不值，在这里边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关于《华尔街日报》这篇川普政府将美国外交政策私有化的文章，您有什么见解？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另外一个频道大卫军情局今天提到了中共最近宣传的10万美金白菜价的导弹，它的真实战斗力如何？能不能吓住驻日美军？驻日美军的3大防治措施是什么？如果您感兴趣，请关注大卫军情局。大卫观点和军情局2个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欢迎您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